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人都有却羞于启齿的一个困扰——起死便秘。你是否也曾经3天、5天都无法顺利排便，天天腹胀难受，厕所里蹲得脸红脖子粗，仍然拉不出来？那种抓心挠肝的滋味真叫人崩溃。更可怕的是，长期便秘不仅让肚子鼓鼓，皮肤变差，还可能累积出陈年宿便，让肠道内堆满毒素，甚至增加罹患大肠癌的风险。难怪有人说，便秘真是现代人的隐形折磨。提到改善便秘，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香蕉，毕竟香蕉含有膳食纤维，口感软糯，又有润肠的传闻。然而，你知道吗？吃香蕉通便其实有许多美角。如果香蕉不够熟，涩涩的鞣酸反而可能锁便，让大便更硬更难排。而且即使是成熟的香蕉，通便效果也往往有限。有些人每天1根香蕉下肚，却照样便秘的痛苦万分。难道香蕉并不是传说中的通便灵丹吗？事实上，营养专家发现，在所有天然食物中，香蕉的通便能力仅能算中等。曾有排行把常见的通便食物排了个名，结果显示香蕉只排第7名，比香蕉更厉害的水果还真不少。很多人可能要问了，如果香蕉不是第一，那么通便之王究竟是谁呢？最近科学家和医生们找出了答案，居然是一种其貌不扬的小水果，而且通便效果比香蕉强整整20倍。这到底是哪种神奇水果？传说中每天只要来上1杯，就能把陈年老废物统统冲走，让肠道干干净净，比用清水冲洗还彻底，连因便秘鼓起的大肚腩都能悄悄消失。听起来简直像仙丹一样，但这可不是神话，而是越来越多人的亲身体验。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位通便之王，看看他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完胜香蕉，成为无数便秘患者的救星。为了揭开答案，我们先从一位真实案例说起。今年80高龄的刘奶奶，年轻时起就饱受便秘困扰，随着年纪增大，肠胃蠕动越来越慢，她常常1周才能排便1次，肚子胀得像个皮球，食欲不振，脸色也蜡黄。医生建议她多吃香蕉，多喝开水，可她天天早上1根香蕉配白开水，尝试了好几年，结果依然不理想，该堵的堵，该胀的胀，甚至因为用力过猛还长出了痔疮，让她苦不堪言。刘奶奶心想，难道自己这辈子注定要跟泻药为伍了吗？转机出现在一次老同学聚会，闺蜜们听说了刘奶奶的状况，七嘴八舌的传授偏方。其中一位老友神秘地说，你试试奇异果吧，我之前便秘好严重，吃了奇异果后马桶都快被冲通了。奇异果，刘奶奶半信半疑，这种外表毛茸茸的绿色小果子真的有这么厉害？过去从没人说过通便不是吃香蕉就是吃木瓜、番薯吗？奇异果行不行啊？尽管怀疑，刘奶奶还是决定试上一试，毕竟死马当活马医。第2天一早，刘奶奶空腹吃下2颗奇异果，酸酸甜甜的口感让她皱了皱眉，但也算可口。接着她照常吃早餐活动，本来没抱太大期望，结果到了下午，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便意。刘奶奶赶忙直奔厕所，这一蹲不得了，只觉得肠子里积存已久的硬便扑通扑通排了出来。据说那一次她足足排出了将近3斤又黑又臭的宿便，马桶里的脏东西让她自己看了都吓一跳。结束战斗后，刘奶奶惊喜地发现小腹明显变平坦了，人也神清气爽，肚子不胀了，连多年反复的口臭居然都减轻了许多。她感慨地说，早知道1颗小奇异果这么神奇，我真是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啊。刘奶奶的故事听起来近乎奇迹，但其实并非个例。如今越来越多人发现，奇异果在促进排便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它甚至被不少人奉为通便之王，认为效果完胜传统的香蕉、蜂蜜水等方法。那么奇异果究竟凭什么获得这顶皇冠？它体内藏着哪些秘密武器，可以比香蕉强20倍？接下来我们就从营养和科学的角度全面剖析这颗小小奇异果的厉害之处。首先，奇异果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丰富的膳食纤维，纤维是通便的关键营养素，而奇异果的纤维含量在水果界名列前茅。每100公克奇异果中含有约 2.7 公克的膳食纤维，
比例甚至高过常被推荐的苹果和香蕉。而更重要的是，奇异果的纤维结构搭配完美，它所含的粗纤维和水溶性纤维大约是2:1的黄金比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的肠道需要2种纤维协同工作才能顺畅排便。粗纤维就好比肠道的扫帚，它不会被消化，进入肠道后增加大便体积，刺激肠壁蠕动，把废物往前推。同时，粗纤维本身像刷子一样轻轻刷扫着肠道内壁，把粘在肠壁上的脏东西给带走。很多深绿色蔬菜和全谷类都富含粗纤维，所以医生常建议便秘的人多吃蔬菜，就是希望用这把天然刷子来清理肠道。而水溶性纤维则更像海绵或凝胶，它遇水会膨胀成凝胶状，柔软又有粘性，能将肠道内的水分锁住，让粪便变得湿润柔软，不再又干又硬。一旦大便软了，出来时自然就顺利，不费力。此外，水溶性纤维还能充当肠道的润滑剂，为粪便裹上一层柔滑的凝胶外衣，减少摩擦阻力，让移动更顺畅。水果中常见的果胶就是一种很好的水溶性纤维，像苹果、香蕉都含有果胶。奇异果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一颗果实同时提供了刷子和海绵，它的粗纤维、细纤维比例接近2:1。这种天然完美搭配，使得奇异果在缓解便秘、清除宿便方面效果特别显著。相比之下，有些食物只有单一类型纤维，例如香蕉中的主要纤维其实是果胶，粗纤维含量反而不高。这意味着香蕉虽能软化粪便，却不够力去增加肠道刺激。而另一些食物，如深绿色蔬菜，则几乎全是粗纤维。如果水分摄取不够，大便可能会因缺乏润滑而干硬难出。奇异果则两者兼备，既有清扫功能，又有软化功能，可谓双管齐下，一举两得。难怪许多亲身尝试过的人都大呼吃奇异果通便，效果就是不一样。有人形容那感觉仿佛肠道被裹上一层凝胶，再用刷子刷洗干净，里里外外清清爽爽。甚至有医生感叹，奇异果对肠道的清洁程度比喝下一大杯清水冲肠还更彻底。水只能带走部分可溶解的脏东西，但奇异果的纤维刷子连粘着肠壁多年的宿便都能给你扒拉下来，纤维海绵还能把水分留在粪便里，一起拖走排出体外。想象一下，我们平时清洗油腻的锅子，光用清水冲可能还不够，需要搭配刷子和清洁剂才能彻底洗净。同样地，肠道有了奇异果纤维当刷子，再配合足够的水，就像用了天然清洁剂一样，让多年积垢的肠子变得干干净净、顺畅无阻。除了纤维，奇异果还藏着另一项秘密武器——奇异果酵素。这是一种特殊的蛋白酶，学名叫 actinidin， 只存在于奇异果等少数水果中。它的作用是帮助分解蛋白质。我们日常吃的肉类、豆类等高蛋白食物，有时消化不完全，残渣进入大肠后容易腐败，产生恶臭和气体，让大便又臭又胀。而奇异果酵素就像一把生物剪刀，在胃里就开始把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小段，让营养更易吸收，剩余残渣更少，胃里负担减轻了，肠道压力也就跟着小了。不仅如此，因为奇异果酵素提前帮忙分解食物，可以缩短食物在肠道滞留的时间，也就是说，大便通过肠道的时间变短了，自然不容易在里头干结成宿便。现代研究指出，吃奇异果确实能促进胃中蛋白质的消化，减少消化不良和胀气。难怪很多人吃完大鱼大肉后来点奇异果当甜点，感觉肚子比较舒服，不胀胃。正是因为这小小一颗奇异果在肚子里默默扮演了助消化酵素的角色呢。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奇异果的纤维和酵素有多厉害。不过，要让奇异果发挥最大功效，有一点千万不能忘：水分。无论你吃任何高纤维食物，如果身体缺水，纤维反而可能让粪便更干、更难排。所以，便秘的人除了吃对东西，喝够水同样关键。医生建议每人每天至少要喝2000毫升以上的水，夏天天热出汗多时，则需要2500毫升甚至更多。纤维在肠道吸水膨胀才能变成软软的凝胶，如果水不够，最后只会变成硬块，便便照样出不来。
好消息是，奇异果本身水分含量就很高，大约80%都是水分，所以吃奇异果的同时，相当于也在给身体补水，一边摄取纤维，一边补充水分，这搭配是不是很完美？当然，我们还是建议额外喝一些白开水，帮助纤维发挥作用。如果怕白水没味道，不妨试试奇异果水，将奇异果切片泡在冷开水里，再稍微加点蜂蜜调味，清甜微酸的水果水更易入口，让你润肠同时不忘补水，一举两得。除了水分充足之外，奇异果还富含钾离子和多种矿物质，这对维持肠道的正常蠕动也很重要。钾可以帮助肠道肌肉收缩，有利于推动粪便前进。很多人只知道香蕉含钾高，其实奇异果的钾含量一点也不逊色，而且热量更低，更健康。同时，奇异果也提供适量的镁、维生素 E 等，有助放松肠胃平滑肌，减轻痉挛。简单来说，奇异果为我们的肠道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也调配好了润滑油，还补充了动力燃料，难怪它能成为通便界的王者。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问，奇异果真的有这么神？会不会只是巧合或个案？其实，现代科学研究早就为奇异果的通便功效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来看几项有趣的研究发现。2010年，一篇刊登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的台湾研究指出，让慢性便秘患者在正餐后每天吃2颗绿奇异果，连续4周后，他们的排便频率从原本每周平均 2.8 次增加到 4.4 次，也就是每周多出了将近 1.6 次的排便，而且患者的腹胀、腹痛等肠胃不适症状明显减轻，生活品质都有所提升。这表示奇异果不仅能增加排便次数，还能改善便秘相关的不舒服症状，是一种全方位的天然疗法。2020年，美国胃肠病学年会上发表了一项有趣的临床试验结果。美国的研究者招募了一批慢性便秘患者，分别给他们服用传统通便方法，一组吃西梅干，一组服用常见的膳食纤维补充剂洋车前子壳，还有一组则每天吃2颗绿奇异果。几周后的结果让很多西方医生吃惊，奇异果组的疗效不亚于西梅和洋车前子，患者每周自主排便次数明显增加，而且更棒的是，奇异果组报告的不良反应最少。相比之下，吃西梅有些人出现胀气，服用高剂量纤维粉则有人抱怨腹部绞痛，但吃奇异果的患者普遍感觉很舒服，没有什么副作用。这是首度在美国证实奇异果通便效果的研究，让医生们意识到，原来东方人常用的这种小水果真能成为慢性便秘的天然解方，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陆续发现奇异果的惊人潜力。新西兰是奇异果的第2故乡，当地的研究显示，每日食用奇异果可以显著改善老年人的便秘问题。有些原本需要依赖泻药的长者，在连续几周早餐加吃奇异果后，居然可以摆脱药物，自己顺顺利利排便，这让医疗人员都感到惊喜。另一项国外研究也总结了奇异果对肠道的多重好处，包括改善排便习惯、缩短粪便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舒缓腹胀等消化不适，以及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的生长。是的，你没看错，奇异果的纤维还是益生菌的粮食。当肠道里的好菌吃得饱饱，它们会产生短链脂肪酸等物质，不仅可以营养肠道细胞，还能刺激肠道蠕动，防止坏菌滋生，整体改善肠道生态环境。简而言之，奇异果不仅仅让你排出几坨便便了事，它还在幕后默默调理着你的肠道，让整个消化系统都变得更健康。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确信，奇异果荣登通便之王宝座，并非浪得虚名，是真有2把刷子的。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善用这个天然救星，轻松赶走便秘呢？以下是一些实用小技巧，帮你把奇异果的效果发挥到最大。1. 每天2颗，持之以恒。研究多次提到，每天2颗奇异果连吃4周带来的好处，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剂量。一般人从半颗、1颗开始都可以。如果肠胃能适应，可以每天吃到2颗，最好固定在某个时间吃，例如每天早餐搭配奇异果，形成习惯。持续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排便变得规律起来。不过，每人体质不同，
如果2颗对你来说还不够通畅，可以酌情增加到3颗，但不建议暴食哦。有年轻人贪图一时顺畅，一口气吃了7、8颗奇异果，结果当天跑厕所跑到腿软，这就是过犹不及的例子啦。适量才是王道，毕竟我们目标是调理肠道，不是拉肚子。2. 空腹食用效果更佳。许多过来人建议早上空腹吃奇异果，通便感受特别明显。空腹时肠胃处于待机状态，这时候进入的奇异果纤维和酵素能直接发挥作用，唤醒沉睡的肠道。尤其对于早起排便困难的人，空腹吃奇异果，再配一大杯温开水，往往过不了多久就有便意降临，被称为黄金组合。如果你早上肠胃比较敏感，空腹吃酸的会不舒服，也可以改在早餐后或午后饭后吃。总之保持每天固定一个时段摄取即可。3. 绿奇异果 vs 金奇异果。市面上奇异果有绿肉和金黄肉2种，究竟哪个更适合通便呢？营养师表示，绿奇异果稍胜一筹，因为绿奇异果的膳食纤维含量更高，且含有完整的奇异果酵素。金奇异果则口感较甜，维生素 C 含量约为绿奇异果的2倍，但纤维略少，酵素活性也稍低。所以若主要为了促进排便，建议选择绿奇异果，可以获得最多的纤维和酵素注意。当然，金奇异果也不是不能吃，若你特别喜爱它的甜味，那就金绿轮流吃，均衡摄取，依然有不错的润肠效果。但切记，无论哪种奇异果，都请选择成熟柔软的食用，口感好，营养也更充足。是巧搭配，事半功倍。奇异果本身已经很强，但如果能和其他食材巧妙搭配，通便效果会更佳。例如奇异果加优格，优格中的益生菌对肠道有益，能和奇异果纤维形成双重助攻。很多人早餐喜欢把奇异果切块拌无糖优格，就是希望益生菌配合膳食纤维，一起改善肠道环境。再比如奇异果加燕麦，燕麦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搭配奇异果一起吃，有点像加倍了水溶性纤维的作用，特别适合粪便又干又硬的情况。还有奇异果加蜂蜜水，蜂蜜含有果糖，有轻度泻下作用，配上奇异果，味道好又能润肠通便，对于偶尔上火便秘的人效果也很好。生活中可以大胆试试各种健康食材与奇异果的组合，找到最适合自己肠胃的食谱。5. 综合调养，养成习惯。尽管奇异果是强力通便神器，但若想彻底摆脱便秘烦恼，我们还是要从整体生活方式入手。除了每天吃奇异果之外，平时一定要记得多吃蔬菜、全谷杂粮等高纤维食物，纤维摄取量达到每天25到35克的建议标准。理想情况下，蔬菜含水果的摄取比例约为2:1，蔬菜提供的粗纤维加上水果提供的细纤维，双管齐下才能让肠道保持最佳状态。另外，养成定时如厕的习惯也很重要，可以每天早晨起来或早餐后给自己15分钟坐马桶的时间，哪怕拉不出也蹲一蹲，培养肠道的生物钟。再配合适度运动，例如饭后散步、瑜伽中的腹部拉伸，甚至网络上流行的屁屁操、提肛运动，都能促进肠道蠕动。当饮食和生活习惯都调整良好，再加上奇异果这位强力助手的天天护航，你的肠道一定会变得像时钟一样准时高效。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那个令人惊艳的标题，比香蕉强20倍的通便之王竟是它。每天1杯冲走陈年宿便，肠道比水洗还干净，大肚腩都悄悄消失了。现在你应该明白，这并非耸人听闻的夸大其词，而是有理有据的真实分享。奇异果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小水果，确实拥有非凡的通便威力。每天1杯奇异果汁或优格果昔，不仅送给你满满的膳食纤维和酵素，还为肠道带去水分和益菌，轻轻松松就把那些积年累月的废物残渣扫地出门。坚持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肠道通畅了，小腹平坦了，整个人神清气爽，肤色红润，仿佛焕然新生。通便之王非奇异果莫属。如果你正被便秘困扰，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这天然又美味的方式，告别苦闷难解的日子，
从每天一颗奇异果开始，让肠道重新恢复活力与健康。最后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善待它，调理它，它也会回报你意想不到的轻盈与舒畅。今天就让奇异果成为你的肠道清道夫，挥别宿便烦恼，迎接无负担的美好生活吧。